有人说，历史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今朝。回望过去，不难发现一些正大事件的影子，仿佛在提醒我们，每个决定和行动都可能成为未来回顾的一笔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汇丰银行和孟晚舟事件，一段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故事。首先得承认，汇丰银行的名字听起来很有分量。这家银行不仅仅是一家金融机构，更像是一部活历史，记录着东西方交流的复杂性。汇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香港，那时候它就站在了东西经济交流的前沿。但是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往往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转变。记得孟晚舟事件吗？那可真是让无数人心痛的一幕。孟晚舟，华为的 CFO， 突然在加拿大被捕。这件事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碰撞，更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。而在这场戏中，汇丰银行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。汇丰银行曾是殖民时代的产物，深深植根于英国的商业利益之中。它不只是在香港扩张其金融帝国，更是成为了西方在亚洲金融活动的一个重要枢纽。但在孟晚舟事件中，汇丰的角色转变了。据报道，汇丰银行提供了关于孟晚舟的一些关键信息给美国，这直接加速了他的逮捕过程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汇丰会这么做？背后的原因复杂而多元。一方面，汇丰银行在寻求在美国市场的更好立足点；另一方面，它也可能在试图通过合作展示其对西方监管的忠诚。无论动机如何，这一行为都引发了对汇丰银行诚信和忠诚的广泛质疑。但这件事的影响远不止于此。汇丰银行的行为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反应，许多人开始重新评估与外国银行的合作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情况还揭示了全球金融机构在大国博弈中可能扮演的复杂角色。从更广的视角来看，孟晚舟事件和汇丰银行的角色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如何塑造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现实。回到汇丰银行，这一事件对其品牌和市场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对于一家声誉卓著的国际银行来说，信任是其最宝贵的资产之一。当这种信任受到挑战时，其影响是巨大的。汇丰银行不仅在中国市场受到冲击，全球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也可能会重新考虑其与汇丰的关系。一时间，汇丰的形象和信誉就像被冷水浇头，冷不丁的让人打了个寒颤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事情发生了，总得有个应对策略，不是？说到底，汇丰银行还是得向客户展示他们还是那个可靠的金融伙伴。他们开始推出一些新的服务和产品，试图通过实实在在的好处来赢回人心，比如提高利率、降低手续费，这些都是挺直接的利益给到客户的方式。不过我们都知道，修复信任比建造还难。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显然受到了挑战，他们必须重新评估在中国的策略和未来的路线图。这不是说一夜之间就能挽回所有的损失，但至少得开始漫步，不是吗？汇丰银行的挑战并不只是在中国，在全球范围内，他们也得证明自己还能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金融机构站立。他们得显示不仅仅是遵守法律，更是在道德上不会失足。这可是一场持久战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整个事件也给其他国际银行提了个醒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每一个行动都可能受到国际舆论的放大，后果和影响难以预料。结束这个话题前，想说的是，每一个企业无论大小，都应该从汇丰银行的经历中学到一点东西。在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，保持警觉和灵活应对是每一个玩家都需要掌握的生存之道。而对我们消费者来说，也是个提醒，选择金融服务提供者时，不仅要看他的产品，更要看他的品格和意识。那么你怎么看呢？这整件事给你留下了什么思考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，也许你的看法会给别人带来不一样的启示呢。